吸收强烈的光源过后，然后关掉灯，它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小们大家好，我是喵哥，今天也是拿到了原子核和原野文化家一起出品的这款盲盒啊，也是个套装。哈利波特联名的赫敏、哈瑞、罗恩还有斯内普这4款原子核。首先看一下外包装啊，实际上我这个是一个整套的盲盒套装，所以它表面这些图腾花纹还有它的一些解说背后是这个样子的。先打开看一下内部情况。首先去掉外部塑封过后，从侧面这边的一个齿线把它给撕开抬起来。OK， 这个就是它很常见的一个盲盒的包装形式，每个盒子的话都是相似的这么一个小盒子，然后周边它有一个形态的展示，右边4款不同类型，然后也说过是没有隐藏款的啊，给的很全，不出隐藏款其实对于玩家来说我觉得是很满意的。然后打开看一下内部情况，打开过后它的整体布局就是一个主体模型主体和一个原子核，原子核里面也会装载它对应的一个人物形象，比如说这个里面就是赫敏，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乖的一个样子啊。在原子核方面它使用的包装就是一个袋装，然后撕开过后拿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原子核，然后包着里面人物的一个造型。从正面打开过后，里面会发现它的小人偶也是会有一个袋装的，避免了漆面刮蹭。内容物总共是有4个主体、4个原子核和它们里面的小人，然后4张不同版本的变形说明书和它们对应的一个卡片啊。这边的设计还是很漂亮的，并且这种哑光和高光之间的嵌托，这边可以看到啊，非常细致的小卡片。后面则是哈利波特的 logo 和下面的品牌联名。先来看一下小人啊，在哈瑞这边它整体用到了一个半消光的漆面，在眼睛还有肚子部分则是高光的处理，皮肤肤质的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只有在不强烈光线下这样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次漆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这眼睛的处理方式很漂亮啊，这个眼瞳孔上面的花纹看起来很舒服啊，眼睛很像你妈妈一样蓝眼睛然后再到罗恩，整体都是一个 Q 版的风格，大家发现没有？然后衣服上面有一定的方格花纹，头部上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消光橙色。在头部边缘处的这个位置，它因为有一个榫卯，方便后面它进行变形，然后整个脑袋给分开，把身体藏在它的头里面。这种大头娃娃的设计还是很好的，并且刚才忘了说啊，在每个位置他们的头部都是有旋转机构的，甚至罗恩在前后也有一定的摆动，这个表情很可爱啊，很可怜兮兮的，因为它配备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骑着马时候的样子啊，非常的胆小可爱，甚至连面部的小雀斑这边都是完美的技术表达。赫敏的话，我觉得这个可爱纠结的表情就不太符合他的一个人物设定了，但是还是很乖的一个样子。头部也是因为变形，所以把头部的这个分件它做的有点三部分啊，稍微碎了一些。然后在侧面的话也是一个榫卯的孔，然后下面穿着一个非常休闲的卫衣加蓝色裤子，表情非常的可爱，但是也非常机灵，在眼睛瞳孔部分也是有对应的花纹，这边高光花纹的表现都是非常漂亮的。斯内普教授也是用一个2次元的漫画风格，把他面部通过这3条线给做成了一个很显老态的样子。大家不知道看火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宇智波鼬它的侧面也是有非常严重的法令纹，也是一种2次元的那种画风的表现。然后拿着一本书，然后右手是拿着一个毛笔，整个头型采用的是一个消光漆，然后相对于下面就有一点半消光的感觉，在这个衣服上面，下面则是一个坐台，你是可以直接把它坐起来的，放在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看起来非常可爱。这种风格的斯内普教授确实这个 Q 版的样子不是很适合他的人设啊。然后现在大家会发现，除了斯内普教授他是下面有个平底座可以平平的坐在桌子上以外，其他几个角色他下面都是有对应的榫卯，比如说罗恩的裤子下面有2个防呆口，然后再到赫敏的脚底下有一个圆装，然后再到哈瑞他的这个衣服长袍后面有一个突出装，然后胯部有2个孔，他们对应的都是他们的载具上面的一些特点。然后先来看一下什么呢？载具的漆面原子核家感觉是和我有点过节的感觉啊，每次都会考察他家漆面，但这一次我一定要提的一个东西，他家的漆面和设计上面这一次有了非常大的改进。像之前他家的作品都是一个以块面性的形式去表达，比如说非常简洁明了，每个块面有对应的颜色或者是整体通的颜色，而这一次他们居然在颜色上，大家发现没有，他加入了一定的渐变，从上面黄色、绿色到黄色，然后过渡下来橙色，然后再到这个杯子，从上面它的杯口是一个非常淡的蓝色，然后再把这种蓝色到青色慢慢的过渡下来，有点初音的感觉，甚至在它的边缘口这个位置，它是也有一点那种阴影的表达了。
这里的漆面做工还是非常漂亮的。接着是 Harry 的这个扫帚，然后在扫帚整体的话也是有一个过渡色，这边表达的非常通透，并且第一次在这个模型上面用到非常这种透亮的透明件，这边给大家一个微距看一下。好，现在大家也没看到这个透明件，它相当的好看，并且通透度非常的强啊，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包括在零件处它的漆面巩固度，像这种转轴的地方，这次调教的比较好，并且你在碰的时候它不会有漆面的刮蹭啊，这里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常常说到关节上面，一般变形玩具如果你要上颜色的话是比较难的一个状况，因为你要考虑它变形，然后漆面刮蹭之类的。而这一次还用到了这种渐变的漆面，表达非常漂亮，表面是一个消光的质感，然后后面半消光，然后金色的部分涂的还是比较精细的。这是罗恩的小马，这一次马整体它的一个金色，在侧面这儿金色，后面的金色花纹，整体的话是一个灰色加上浅灰和深灰色两个，在侧面马背和颈脖的部分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那种交叠，看起来非常漂亮。眼睛相对噜噜小马来说更加凶狠了一些。刚才我就发现啊，这个马和小马噜噜它整体的样式有些相似，但是其实怎么说，大家这个造型有没有如果玩过黑苹果老师设计的东西，那对这个应该不陌生了吧。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变形形式应该是比较类似的，在外观或者设计方面有一定的小整改。这里被我看出了一些马脚马脚是的。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模型主体和小人偶之间的搭配。这边下面大家会发现一个孔，然后进行对接，然后插进去。OK， 罗恩就是很合适、很稳定的坐在了这个小马身上。这个头可以，刚才有说头可以调整，看起来就很乖了。很可爱的一个造型。再来到 Harry 这边的话，也是通过它下面刚才说过胯部的一个插孔和它的这个扫帚进行对接，两边对拢后它的嵌合度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往前从这个方向去看，正在追逐前面这个小球的一样感觉，也可以往前，但这个样式的话就是变形时候进行的一个收纳样式了。正常的话其实是摆到这个位置是较为准确的，从正面和侧面去看它都不会出现穿帮的问题。好凶狠啊，现在看它的面相就变得特别凶狠。在扫帚的底部也是有个地台，可以让它平稳的放在桌面上。好，接着就是这个赫敏的南瓜。南瓜的话，这边它在它的叶子上面这边有一个小插孔，对准它脚下的插孔就可以进行对接。这边插好过后也是非常稳固的一个样子，从下面垫着一个南瓜，然后去摘取上面的南瓜的一个样子。然后从正面去看，很可怜兮兮的样子。从特定角度去观察这个整体人物和主体进行合并后的一个感觉，它其实还是很有氛围感的，大家会发现。注意到最后 Snape 教授这边，其实他没有特定的一个玩法，下面的一个小坐垫，你也可以让他坐在这个杯子上面，然后一本正经的去看书，也可以放到旁边，让他展示出一个在靠着杯子看书的样子，没有一个特定玩法，甚至两个可以分开玩，杯子是杯子Snape 也可以把它做到你的电脑桌前或者其他地方做一个小摆件使用。然后这一次杯子除了在中间它采用了一个珠光蓝色，然后会发现是一个蓝色零件，然后表面喷了珠光，它的一个特殊漆面表达，然后还有一个夜光模式。首先在杯子吸收强烈的光源过后，然后关掉灯，它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吸过光，然后但是它的衰减速度还是稍微有些快了，所以如果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如果做成一个荧光的表现，可能效果会更好吧。之后希望他家在原子核的其他设计身上能做出一些表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球形态。这次罗恩在球形态下的表现，我觉得从变形上来看它的变形完整度还是有一点点空缺，因为在两边它有一定的空档，并不像其他球形一样完美的贴合，甚至这个贴合的很紧密。其次的话，像刚才所提到的一种渐变，在这个地方它的进行表达在球形态上的表达也非常的漂亮。难得变形的地方的话就是这一块两边，然后它整体又采用到了一个合金件，但这次漆面的表现的话是相当稳固的。整体的话有一点那种古罗马的花纹，加上本身金边的一些表达，看起来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就是罗恩的球形态。其次是赫敏它整体你在看它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南瓜，然后在南瓜进行全部收纳过后，它的表达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在边上黄色地方是金属件，
用到的是一个亮漆，周围就是渐变阴影，绿色，然后带到黄色，黄色到橙色，橙色上面还渲染一些花纹，整体从一个高光然后到哑光、半消光的一个质感堆叠。在有些地方，比如说背后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它都是用了一个反面的状态，在整体从上面进行倒推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种联动的变形有些像爆丸了啊。宇宙星神都谈不上，之前它的变形是可以谈到说是像宇宙星神，但是这一次在赫敏的这一款上面非常像一个爆丸，整体看起来做一个球形态的话也是很乖巧的一个样子。接着是斯内普教授，斯内普教授他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其实是哪里呢？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水池，杯里的那个水池，然后进行了一个翻面，然后达成的一个效果。整体后面它不光在变成球形态下的细节和花纹，它也有考量到，然后到边上的花纹渐变过来。在不是球形态情况下，表面的这种浮雕花纹看起来是很好看的，在球形态下也是做出了一个保留，边上这种纹理层次，然后再到中间进行了一个阴影喷涂的渐变，然后再到这边堆叠下来的一些小铆钉啊或者其他的凹面的花纹，看起来都是很舒服的，并且这一个球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古典的样子。那拿在手里面玩，这两个颜色撞色虽然不像其他的看起来这么厚实，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玩效果，并且大家是可以像我这么去玩的。虽然它表面漆面，但是漆面很舒服。最后则是这个 Harry 的球形态这边是从扫把后面进行整个整合，然后做出的一个样式。从正面看的话，从正面到后面进行堆叠，采用的是一个哑光，然后慢慢进到半消光，然后再进阶到一个亮光原色键的感觉。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属，从表面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个金属键，因为只有金属键在喷漆的时候才会达成这样的一种表象。然后在这种侧面它是有活动的有活动的，你可以去掰它，里面每个小人都是搭载在内部的，然后合拢。这个零件的话就是一个成型色键，然后表面这种银印花纹，然后再到前面喷漆，它可能喷漆的时候喷枪是这么去做的，这么绕了一圈然后再喷过去，所以会形成这么一个样式。那这一次的话在波特这个球上，我觉得它的表现能力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密封性非常好。大家其实可以看起来这几个球的话合起来放在手里，它的密封性都是相对罗恩这个球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要提的话，如果它是一个盲盒，如果你抽到罗恩，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罗恩它的变形机构和整体形象是非常复杂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话，它是从变形和玩法上面我觉得很优秀。其他三个的话是夹杂了它本身的一个元素，然后和个人的一些特点，然后做成了球形态的一个变形玩具。这里是我的一些小看法。最后还是和之前一样每个原纸盒里面都是可以装入它的这个球的，从上面直接往下扣开，这边就是一个球。如果你凑的够多在他家产品后期出的比较全的情况下，也可以凑成一墙的原子盒的感觉。我这边是比较需要这种收集的感觉，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个块面了希望大家后面的作品能够再接再厉，然后做得越来越好吧。 OK， 那这个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我在视频中没有讲到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在视频的结尾或者弹幕评论区给我提出来，我都会一一回复。然后这边我再炫耀一下之前给大家喷涂的他家的金色飞贼，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制作视频不易，还需要你的3连与关注。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你我。我是欧奇喵，我们下期再见。